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Lisa 老师，又见面了。我们今天要画的这幅画呢是分镜头插画，非常漂亮的一幅画哈。它的绘画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然后非常的有趣。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呢是尺子、马克笔，填色用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要准备2支勾线笔。为什么要2支呢？一支呀稍微粗一点的，去勾画它轮廓的比较粗的部分。另一支呢可以稍微细一点，去勾画，比如它叶子或者中间面部表情一些附加的线条，一些细节的部分。另外呢还需要铅笔和橡皮，铅笔、橡皮是我们打稿用的，其余的东西就不需要了。然后我们这幅画呢，填色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平涂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我们这个勾线的部分、造型的部分，我会比较详细的给大家讲解。然后这种绘画呢，它叫分镜头插画，对不对？分镜头插画就是在说，我们每一个框就相当于一个镜头。我们漫画呀，或者是拍电影的话，是不是一幅画一个镜头说一件事情？那么我们用它组合来讲一个事情。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晴天风景，对不对？非常晴朗这一天的风景。然后就围绕这个主题去填充元素，很简单，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穿插关系哈。这幅画呢，它比较偏向抽象一点，然后每一个框，我们就用1到2种元素，一种元素就可以了。如果一种元素不够呢，你就是有一种主要元素填充一个次要元素，那么就可以组成我们这幅画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绘画吧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用尺子画一个外框。这个外框呢，大概距离我们纸的边缘是比半厘米稍微多一点就行了。这个距离并不是很精确，根据你的画面纸张的大小，觉得是一个合适的就可以。那么我们的整个外框画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对画面呢做一个分割。分割的时候都用这种平行的线来分割。间距呢跟刚才留的纸，我们的外框到边缘的距离差不多，需要是一个差不多的距离，比较均匀的距离。好，我们的画面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分割完了。然后这每一个框内呢，就相当于一个镜头，然后去画我们的元素。那么我们从我们能想到的地方开始画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是晴天的大自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有一个太阳？然后这个太阳大家画不圆的时候，可以去找辅助的东西。对，这样很简单，一个太阳就画成了。然后画一下它旁边的光芒，一长一短这种圆圆的线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你就可以这样画。
然后大晴天，我们给太阳呢加一个墨镜，加一个墨镜，墨镜酷一点。这个地方是用铅笔打草稿，所以大家画的不好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哈。大概的画出一个墨镜的形状，我这边墨镜啊方方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酷。你也可以画圆的。然后因为天气非常热呢，我给它来一滴汗，来一滴汗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空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做一些添加，添加一些什么呢？添加一些白云的线。然后除了添加这些线呢，还可以添加一些别的，比如这种螺旋的线、小线条，然后加一些星星，都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走，右边呢，这边的上角呢，我想加一个什么东西？我想，因为天气很好，那么我想加一点植物，柳条可以吧？那我就加一个柳条，可以画的大一点，饱满一点。好，这边加完了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，这边画什么呢？晴天，在野外是不是可以来点有趣的东西、有趣的项目呢？那么我们玩一下热气球好了。因为我在引导大家做一个创作的方式，就是你只要想到去画热气球，那么你不要担心你不会画热气球怎么办？你可以去找一些参考，对不对？找一些参考，找到你喜欢的热气球的样子，你就跟着画下来就可以。把它临摹和转移到你的画面里，那么它就是你原创的东西。学会用素材，一个热气球，旁边呢再画一个小的，让它有一个穿插的关系。好，热气球在哪儿呢？肯定是在云层之上了。我们就画一些云的线条哈，跟太阳那边差不太多。然后可以在画面中呢，根据情况再去添加一些小的。因为我们这个镜头呀，拍的就是热气球和云朵，那么不需要添加别的很杂乱的东西，只需要画这两个元素就够了，好，这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跳过这个框，我画下面框，为什么呢？我下面这个有一个东西呢，想要压到上面，所以我先画下面。下面呢，大家都能想到我要画草，是不是？画完草了以后呢，要画树，但是我这个树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每一个框一个元素，然后我这个元素呢，可以让它突破压到上面这个框，我的画面构图呀会更有趣。这个树呢，我就画一个松树，有点像那个叠叠乐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三角的，底下有点画不下了，那我把上面调整一下，让这个树没有那么的高就可以了。
好，这个树基本上画完了，我再画上树干，树干上面再有一些纹理，常规的就可以了。这棵树是不是非常简单？那么呢，我想给它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。怎么加呢？就是加表情，眉毛、眼睛。嘴巴呢可以夸张一点，大一点，因为它很大，就是大家会第一眼看到我这个东西，它表达了很多我的情绪在里面。眼睛，第二颗呢，换一个跟第一颗不一样表情，可以鬼马一点。第三颗呢，被前2颗压的，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情绪呢表达出来，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画这个草丛。这个草丛两边可以在这个树后面有一个穿插的关系。好，草丛基本上是画完了。画完了以后呢，在里面添加一些叶子，对不对？要不然里面太单调了。就这样，2片叶子一组，或者1片叶子一组，添加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添加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再画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我想给它画一些什么呢？我想给它画一些山，对不对？这个山还可以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然后画一些云朵。这个云朵呢，可以有一个表情吧。再画一个云朵。这个云朵呢，小一点，然后也可以让它在框外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再添我们的画面可能会就有一点多了，就好。大概呢，我们这个草稿就完成了。完成了以后呢，我刚才有让大家准备一支粗一点的笔，有一支细一点的笔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用粗一点的笔呢去画外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画面最突出的部分，把这个东西给描一下。描的过程中呢，你根据这个画面还可以再去添加。你看我这里添加了2个，我觉得像冰淇淋被晒化了的感觉，然后就让它有了2个这个小小的弯在这里，我觉得这样更可爱。好，刚才这个树呢，这部分是穿插在它下面的，那么画一半，把穿插的关系呢画出来。这个表情等会儿我们再添加，先把这个重要的部分给它画完。
好，下面部分我们基本上就画完了。里面的东西不要着急去添加，我们一会儿用那稍微细一点的笔去添加，然后把下面这个外框呢，给它框一下。好，下半部分画完了，接着往上画，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一朵白云，眼睛，然后剩下的部分我们留着用细的笔来画，这样它更有一个跳跃的层次。好，画这个山。到了框线的时候，记得这个白云呀是凸在外面的，所以框线的时候要把它留出来。好，下面框完了，接着往上画。热气球里面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是留给细笔来画。包括这个热气球也可以留给细一点的笔来画，因为它比较小嘛。好，这边画柳条了。刚才画的那个草稿呢，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。具体你在勾线的过程中，再去给它优化。然后把这边的线勾一下。包括这边的。好，太阳这边的，因为太阳这边的这个框呢，我们规划的东西是没有画出来的，
所以直接这边顺便就把它给勾了。这时候就勾完了，勾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把里面的太阳给画出来。刚才我们画这个圆的时候是借助一个工具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们描的时候就不要借助工具了，因为那样的线会显得太死板，跟别的线呢会有一定的区别。你就按照刚才的痕迹，用这个手绘，我们勾线笔手动的去勾一下，这样又保证它是一个比较圆的形状，然后呢又比较生动。好，墨镜这边是黑的，就我们直接用这个粗的笔来画，效率会比较高。直接把它涂黑。我们的画现在已经基本上成型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呢，要拿一个细一点的笔，刚才我有说细一点的笔，或者这一根笔吧，去画它里面别的细节的部分，让它的线条呢有一个节奏。这边其实没有干，大家怕画面弄脏的话，就垫一张纸巾，或者是白纸也可以。然后这边呢，给它再加一些细节，让它的线条更丰富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更丰富了。中间我直接把它涂黑。好，画这一个热气球。这边用粗细线条搭配，让它更有节奏。腮红的位置圈出来，我们现在细节的部分都可以再往里加了。外面加一些线条，是不是也蛮好看的？好，我们给这个松树刚才画的这个表情添加上去，大大的嘴巴、舌头，然后别忘了腮红圈出来。
留一个高光，嘴巴还是2个腮红，眼睛、嘴巴。下面呢，就把我们刚才画的这个装饰的叶子描一下。有更多的装饰的想法呢，大家都可以添加进去。还有这个树的纹理。好，基本上就添加的差不多了，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想再做添加的，大家可以再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。我想给这个山这边再加一个白云，我觉得它有一点过于单调了，加一个白云，线加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这个也可以加一个表情吧。好，这幅画呢，我们勾线的工作就完成了。稍微等它晾一会儿啊，晾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把底稿擦掉，就开始填色了。小心的把底稿擦掉。为什么要晾一会儿呢？因为我们用的是水性的笔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水蒸发呢，它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如果你擦的太急的话，就会把画面弄花。但是这个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是一定要擦的，马克笔是盖不住这个颜色的。
好，擦完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填色的工作了。填色呢，这时候就变得享受和简单多了。首先，主体我们3棵松树，还是选3个不同颜色的深浅不同的绿吧。大家可以放一张纸在这边试试颜色，差不多。上面这个绿还是过于绿了，那我找一个不是那么绿的。48，好，可以。那么就开始填色。我现在用的是48号色。平涂就可以，平涂就可以。然后第2个颜色，我还是换这边了，这个我涂出去一点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你够仔细的话，是不太容易涂出去的。相比起来，我觉得有这种里面有很多需要绕开的东西的话，这种圆头还是相对比较好掌握，扁头不是太好控制。但是大面积涂色的时候，扁头就显得非常的香。好，最后一个，铅笔印没有擦太干净，再擦一擦。填色过程呢是非常享受的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开一个音乐。颜色这部分因为大多都是填涂，大家填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。我不再做过多的示范，然后给大家直接看填完的画。好，我们这样一幅非常漂亮的分镜头插画我们就画完了。然后这个颜色呢大家可以做参考，不需要跟我画的一模一样，但是给大家有一点要强调的是，色调要尽量的统一，然后白云的部分呢可以做适当的留白，有一些可以填一些腮红哈，这地方再加一些腮红更可爱。好，最后呢，别忘了在空白的地方呢填上你的签名，这个地方自己找啊。我就觉得这里还挺合适的，签上你的名字和日期，那么你这幅画就完成了。可以挂在家里的墙上，非常漂亮的一幅，
非常漂亮的一幅分镜头插画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